大家好，我是蔡点仁医师，欢迎收看《与众不同》。睡不好以及睡不饱是近年来大众开始逐渐重视的健康议题。其实打呼跟我们的睡眠品质是息息相关的哦。平常在诊间往往会有因为打呼而被另外一半带来的病人，往往会询问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打呼呢？其实造成打呼主要有3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原因呢，其实主要跟我们的组织的张力有关系，而这又跟我们的年龄可能会有关联。随着年龄的老化，我们的肌张力会随之下降，因此呼吸道会容易有塌陷的可能。第二个部分则是有可能跟我们有服用一些镇定跟安眠药物有关，它同时也会使得我们的呼吸道的肌肉变得张力较弱，也会使得相关的神经变得反应较为迟钝，因而产生打呼的状况。第二个大的原因呢，则跟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它有发炎或肿胀有关系。这通常跟长期的抽烟或者是睡前的饮酒是有可能有关系的。由于抽烟跟饮酒它会让我们的呼吸道黏膜比较肿胀，同时也会使得神经受到影响，因而产生了打呼的情形。第3个部分呢，则是跟结构比较会有关系。结构部分呢，第一个原因通常是跟肥胖。通常如果有肥胖的状况我们的组织，特别是我们的脂肪组织，会堆积在我们的呼吸道周围，因而使得整个呼吸道变得比较狭窄，而产生了打呼的情形。第2个部分呢，则跟我们鼻部有关联，像是慢性的鼻炎或者是鼻中隔弯曲，会使得我们气流通过受到影响，因而也是会产生打呼的情形。第3个部分呢，则是跟口腔的结构，像是我们扁桃腺或者是舌根比较肥大有关系，由于压迫到了周遭的部分，因而产生相关的状况。最后一个部分呢，则是跟我们天生的下颚，它如果比较缩小或者是比较倒退有关系，后方的咽部呢，就会因为受到了压迫而导致有呼吸道气流改变，而产生了打呼的状况。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会产生睡眠呼吸中止呢？它主要的情况其实跟我们的呼吸道它本身在睡眠当中呢有反复的塌陷，因而使得整个呼吸变浅而费力。那在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产生了窒息的状况。那在睡眠呼吸中止可能会有哪些平常的表现呢？除了在睡眠中有可能会因为打呼而突然终止而惊醒，在白天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疲惫，想要打瞌睡，注意力无法集中。甚至在长期的状况下，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注意力比较减退，并且在情绪方面也会觉得比较容易有波动性。那么这个状况还会产生其他相关联的健康情形吗？因为这个间歇性的缺氧，以及让二氧化碳上升，以及我们肺部的阻塞相对上升的状况之下，会产生有高血压，还有我们血管会变得比较硬化，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甚至是部分的活力。那以检测来讲呢，通常我们会针对整个脸部还有整个呼吸道进行评估。那呼吸道评估通常我们会透过内视镜检查整个鼻部、口咽以及喉咽的部分，看是否有比较狭窄的地方。那此外，我们也会使用睡眠呼吸的检测。过往睡眠呼吸检测会在我们的医院的睡眠中心检查。那在近年来，由于穿戴型装置的发展变为比较成熟之后，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做这项检查哦。检测的方面主要是针对每个小时发生的睡眠呼吸中止的次数，以及它含氧量的高跟低来作为判断。那在治疗部分，则会针对上述提到的种种原因进行治疗，像是减重，或者是药物针对我们的口鼻的部分，或者是适当的手术的介入，都可以让整个状况非常好的好转。如果有了打呼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的状况，除了用药、手术，是否还有其他方式也可以帮助呢？答案是有的。其实，在睡眠姿势的改变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哦。有些人会因为枕头的高或低而影响到，这往往是因为我们呼吸道的部分前面的结构与后面的结构产生了狭窄或者是粘连，因而有这样的状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用侧睡的方式，使得呼吸道比较打开，也可以减缓整个打呼的状况哦。以上是今天的内容，谢谢收看，再会。